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文物会帮助我们填补历史空白，但也有一些出土遗物让考古学家直冒冷汗，它们似乎不属于所处的年代，每一件都在挑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这种仿佛科幻电影里时空错位的情节，在现实中真实上演。今天我们就来盘点20件让人瞠目结舌的考古遗物，看看史前文明是否真的存在过。首先要介绍的是在爱琴海沉船中出土的安提基特拉机械。20世纪初，潜水员从一艘公元前沉没的古希腊船上打捞起一块玫绿色的青铜碎块，没想到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这台公元前2世纪制造的装置内含精密的齿轮系统，可以精确演算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行周期。它的复杂程度远超出我们对古代工艺的想象，要直到1000多年后才有可媲美的钟表装置出现。想象一下，在没有电子的古代，靠齿轮就能实现天文运算，难道古希腊人早已掌握精密机械技术，或者说他们从某个更早的文明那里获得了灵感？无论如何，安提基特拉机械的发现彻底改写了我们对古代科技水准的认知。再来看看另一个离奇的发现，巴格达电池。1936年，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村落遗址挖出了几个陶制罐子，每个里头都插着一只铜桶和一根铁棒，外口还封着沥青，整个构造和现代干电池非常相似。研究人员复原后发现，只要在铜桶与铁棒间倒入酸性液体，例如醋或葡萄汁，就能产生约1伏特的电压。这意味着2000多年前的人可能已经学会制造电流。如果属实，他们拿电池来做什么呢？有种推测是用于给金银首饰电镀金，因为当地出土的古饰品镀层非常均匀。然而，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些电池的真正用途依然成谜。古人尽可能掌握电学原理，这一发现一度引发轩然大波。说到古代用电，古埃及的一幅浮雕更是引起无数猜测。埃及丹德拉的哈索尔神庙地下室墙上有着著名的丹德拉之光浮雕，图上刻着一个外形酷似巨型灯泡的物体，里面有一条蛇形曲线，好似灯丝，底部还连着莲花状的基座，后方伸出一条缆线连接蓄电池模样的雕刻。有爱好者激动地认为，这证明古埃及真的发明了电灯，因为在一些深邃的坟墓墙壁上确实没有发现火把或油灯熏黑的痕迹。然而主流学者大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其实是神话场景的象征图案，蛇代表神奇的灵能，莲花象征创造与生命，未必真的是灯泡。支持者则不死心，他们强调，没有火炬烟熏痕迹，意味着古埃及人可能使用了我们未知的照明方法。到底丹德拉浮雕是一场巧合误解，还是古文明掌握电力的线索，至今没有定论。除了电灯泡图案，埃及还有更疯狂的法老直升机浮雕。在阿比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石柱上，考古队发现了一组奇特的象形文字图案，其中一个形状看起来分明就是一架现代军用直升机，能辨识出螺旋桨、座舱和机尾，旁边还有几个轮廓，像极了现代飞机甚至潜水艇。这可是约3300年前留下的雕刻，难道古埃及人真的见过直升机和潜艇？许多人脑洞大开，认为这是外星访客或者失落文明的照片墙。不过冷静分析后，专家指出，这些图案其实是不同层次的圣书字叠加造成的视觉错觉。原来拉美西斯2世继任后，曾将先王塞提一世的铭文抹去一部分，再刻上新的语句，久经风化后，新旧痕迹混在一起，就形成了类似直升机的形象。一场石刻乌龙而已。但即使得到了合理解释，法老直升机的传闻仍广为流传，毕竟人们更愿意相信眼见为凭的神奇画面。有时候，历史与科幻之间的界限就是这样模糊。从壁画的巧合转向实体模型，在埃及萨卡拉墓地出土的一件文物被称为萨卡拉小鸟，这是1901年出土的一个木质小雕像，造型是一只展翅的鸟，但仔细观察，它和真鸟有些不一样。木鸟的双腿没有刻画，双翼平直如鸡翼，尾部还直竖着，好似飞机尾翼的构造，整体看起来反而像是一架简陋的滑翔机模型。有人据此推测，古埃及人曾试图造出飞行器，
有学者甚至依照萨卡拉小鸟的比例放大制作滑翔模型，结果证明它确实能够在空中滑行一段距离。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古埃及真的造出了能载人的飞机，但这个不足20公分长的小木鸟无疑让人浮想联翩。古人难道早有飞天的梦想，甚至做过某种尝试？主流看法认为，萨卡拉鸟可能只是用于祭祀或册封的事物，但它那异乎寻常的设计仍是不折不扣的谜团。埃及的未解之谜还不止一桩，在萨卡拉附近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形状奇异的石质圆盘，被称为萨布圆盘。这个圆盘大约直径60公分，薄薄的盘身由脆硬的板岩雕成，盘中央有一个圆孔，外沿分布着3个对称的弯曲叶片状突出物，整个造型看起来就像一个精巧的机械零件。这可出土自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第一王朝时期，比金字塔还古老。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前王朝时期的人造出这么复杂的东西究竟作何用途？有人猜想萨布圆盘可能是某种古代机械的零组件，例如水泵的叶轮或研磨用的工具盘。也有人脑洞大开，认为这根本不是人类技术，而是外星人的超高速飞行器零件。一件5000年前的石雕制品引来如此天马行空的猜测，正因为它实在太过独特，至今没有人能给出圆盘用途的权威解释，只能说明古埃及工匠的工艺水平已超出我们对远古时代的想象。现在把目光转向美洲大陆，在哥伦比亚的古代金饰中，有一类被称为金巴亚飞行器的小巧文物，似乎印证了古人对飞行的向往。这些金饰大约制作于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外形有点像鸟或昆虫，但其中几件实在太像现代飞机，尖尖的机头，平直的机翼，直立的尾翼，一应俱全。比如有一件金饰，机尾明显竖直上翘，完全不是鱼或鸟类该有的造型。航空工程师对此非常着迷，他们按金饰的样子放大制作模型，加装引擎后，发现它真的能够像飞机那样飞行。这些证据令许多人相信，古代的金巴亚人可能见过某种飞行器，或者得到了天空之神的启示。然而，也有学者质疑这种说法，认为这些金饰或许只是巧合的，类似飞机造型。古人喜爱抽象或写实地表现动植物，有时难免让我们过度联想。虽然真相未明，但当你凝视着那迷你的喷气机、黄金饰品时，仍不禁后背发凉。莫非在遥远的过去，真有不为人知的文明曾翱翔天际？接下来这件发现则不需要高科技也足以令人困惑，那就是皮瑞雷斯地图。这是奥斯曼帝国航海家皮瑞雷斯于1513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残片，地图上清晰描绘了欧洲、西非海岸和南美洲东岸的轮廓，甚至还包括当时刚被发现不久的美洲内陆细节。最惊人的是，有人声称地图下方隐约画出了南极洲的海岸线，而且竟然没有冰盖覆盖的样子。可南极洲直到1820年代才由人类确切发现，古代更不可能知道其真实地形。一些大胆的推测随之出现，难道皮瑞雷斯参考了古代流传下来的远古航海图？或许在上一次冰河时期前，就有高度文明环航地球绘制了无误的世界地图。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指出，地图所示的并非南极，而可能是南美洲的变形想象。毕竟中世纪的地理知识有限，难免画错。然而，皮瑞雷斯地图的确包含不少当时欧洲人无从得知的地理信息，例如精准的南美与非洲距离比例，这令后人不得不相信其中蕴藏了失落的古代智慧。这张地图或许不是史前文明的直接证据，但它无疑是历史悬案，为古代跨洋航行的可能性提供了有力佐证。除了地图这种知识的意象，还有真正的古代遗物出现在完全不该出现的地方，其中最著名之一是在北美出土的罗马小雕像头。1933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托卢卡谷的一座前哥伦布时期墓葬里发现了一颗陶制人头雕像。这颗高仅数公分的小头像长相奇特，高挺的鼻梁，卷曲的胡须和头发，明显带有古罗马或古希腊风格，而非当地印第安文化的特征。经鉴定，这墓葬属于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的玛雅、托尔特克时期，本不该出现欧洲风格的物品。
这一发现令学界哗然，被称作特卡西克头像事件。有人推测，或许是罗马时代某艘船只漂流到新大陆，随行之人留下了这么一件小物品。也有人怀疑，头像其实是后来殖民时代混入古墓的伪品。但放眼世界各地，类似的例子还真不少。比如在美国缅因州一处原住民遗址曾挖出一枚11世纪的古挪威银币，在新西兰则发现了一口刻有南印度泰米尔文字的青铜小钟。这些零散发现仿佛拼图碎片，暗示着人类远航交流的历史可能远比我们以为的久远。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史前跨洋文明真的存在，但一系列的离奇发现已经令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古代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现在我们进入更加匪夷所思的领域，远古时代的人类足迹，在人类尚未出现的地层里发现脚印，听起来像神话，但却有一些广为流传的案例。最知名的是1968年美国业余化石猎人威廉·梅斯特的发现。他在犹他州安提洛普泉附近劈开一块寒武纪页岩时，看到岩面上有一个酷似人类鞋底印痕的凹陷。更惊人的是，凹陷处还压着2只三叶虫化石。三叶虫是生活在5亿多年前的海洋节肢动物，按照常理，人类根本不可能与三叶虫同处一个时代，更别说踩到它们。所谓梅斯特足迹的报道一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和一些超自然爱好者兴奋异常，视其为人类与远古生物共存的证据。又比如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的帕卢克西河床，也曾有传言发现过恐龙脚印旁边有人类脚印的化石，一度引起轰动。不过后来的研究大多否定了这些脚印的真实性，有的是自然侵蚀形成类似脚印的形状，误被好奇者当成脚迹，有的干脆是早期造假者人工雕刻出来的骗局。即便如此，每隔几年总会有人声称又找到了恐龙与人类同行的新证据。试想一下，若真的有穿着鞋子的人在3亿年前的泥滩悠闲漫步，那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将彻底颠覆。当然，目前科学界并不承认这类足迹的真实性，更倾向于把它们归为奇石或恶作剧。但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恰恰反映了大众对史前文明的强烈好奇心。我们真希望那些脚印能证明时空穿越的可能，或者证明史前人类文明早已诞生又毁灭过。谈到不可能存在的文物，就不能不提那把仿佛穿越时空遗留的伦敦铁锤。1934年，美国德州一对夫妇在伦敦小镇附近散步时，发现一块奇怪的石头，里面居然包着一节木柄。他们好奇地把石块带回家，用工具将其剖开，发现中间竟嵌着一把旧式铁锤，带有铁质锤头和部分木柄。更令人震惊的是，包裹锤子的岩石据地质学者判定竟属于白垩纪地层，可能有上亿年历史。也就是说，一把现代人常用的工具铁锤竟牢牢封存在恐龙时代的岩块中。这一消息当时在报纸上广为传播，许多人将其作为史前文明的铁证。科学家们面对伦敦之锤也一度束手无策。难道真有先进文明在白垩纪打造了铁器，亦或者岩石的年代测定出了差错？后来有学者提出，更可能的解释是这块石头其实是近代生成的矿物质结合，也就是说19世纪的矿工铁锤遗失在矿区，经常粘水化沉积，钙质慢慢将其包裹凝结成硬块，看起来像与古老地层融为一体。但支持史前文明论的人并不买账，他们还指出铁锤的木柄部分已部分煤化，似乎经历了极长时间的掩埋。至今，伦敦铁锤依然被陈列在美国的一家创造论博物馆里，作为超时代遗物的代表。无论真相如何，这把铁锤无疑激起了公众对地质与历史奥秘的浓厚兴趣。无独有偶，19世纪还有一桩关于金属器物的古怪发现，那就是多切斯特花瓶事件。1851年，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镇正在进行岩石爆破作业，突然一声巨响后，炸飞的岩块里掉出2片奇异的金属碎片。现场工人将2片碎片拼起来，赫然形成一个完整的金属花瓶，高约12公分，口径宽约17公分，形状像一座铃铛或香炉，通体由某种合金制成，外壁镶嵌着精美的银质藤蔓花纹，看起来极为精致。
这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工艺品是谁制造的？又怎会埋藏在坚硬的石英岩中？更让人瞠目的是，该岩层属于远古的前寒武纪沉积岩，可能有数亿年历史。这意味着这只花瓶似乎早在地球存在复杂生命之前就掉进了岩石里。当地报纸以轰动性标题报道了此事，许多人相信这是亚特兰提斯或史前文明遗留的物证。不过后来有怀疑论者提出，或许这只是近代印第安工艺品或19世纪仿古摆设，恰巧掉入岩缝又被泥沙矿物覆盖而看似古老。由于我们无法直接验证岩石包裹的年龄，这件被称为多切斯特壶的金属器皿至今仍充满争议。不管真相如何，它的故事已成为超长考古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接下来介绍的这块不起眼铁疙瘩同样让人摸不着头绪。沃尔夫赛格铁块是18世纪在奥地利的一座矿井中被发现的。确切地说，1885年奥地利沃尔夫赛格镇的煤矿工人在筛选煤炭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金属块，它呈暗灰色，大小如人的拳头，形状略像立方体，但边角圆滑，上下两面还各有一道平行的凹槽，看起来不像天然产物。经化验，这块铁块的成分是高碳的熟铁或铸铁，而非陨铁。可是它所在的煤层年代惊人，那是侏罗纪以前形成的褐煤，距今约6000万之亿年。也就是说，这块铁块在恐龙时代的泥炭沼泽中就已经存在了。得知分析结果后，不仅大众，连一些科学家都惊讶万分。难道真有在恐龙之前就诞生的智慧种族留下一块机械零件？不过和许多超长考古一样，随后解释让事件趋于平淡。有学者推测，沃尔夫赛格铁块可能是不慎掉入矿井的近代机械部件，比如老式矿山破碎机上的某个零件，因为形状太像某种机械齿轮或轴承外壳了，而矿工当时并未意识到，把它当成了煤中异物上交。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并不服气，他们质疑为什么铁块表面看不到明显的机械加工痕迹，而且深埋煤层那么久没有锈蚀崩解。直到今天，沃尔夫赛格铁块仍被某些人奉为史前文明的证物，在各种未解之谜的书籍中频频亮相。再说一件小而奇的物品，金古迪铁钉。1844年，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金古迪采石场里，工人炸裂石头时意外崩出了一枚生锈的铁钉。据说这枚长约2寸的方形旧钉子当时还牢牢铆在一块砂岩板上。问题来了，该砂岩所在的红砂岩地层年代据地质学估计有3亿年以上，属石炭纪中期，相当古老。3亿年前，地球上连恐龙都尚未出现，更别提人类了。那这枚铁钉从何而来？这一发现由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布鲁斯特爵士报告给了英国科学协会，引起高度关注。有人立刻将其解读为史前人类或外星人在远古打造了铁器，但也有更平淡的解释，铁钉很可能是近代工匠遗留在岩石的一条细缝中，随后该缝隙被泥质冲填石化，从外观看就仿佛铁钉嵌在岩石里。由于铁钉发现后很快就遗失，我们无法进一步检验。不过多数地质学家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尽管如此，金古迪铁钉仍时常被引用来质疑传统年代学，成为支持史前文明论者的谈资之一。时间推进到20世纪，离奇的考古轶事仍层出不穷。1961年，美国加州沙漠地带的3位淘金爱好者在科索山区搜寻岩石标本时捡到一块圆形的小石头，他们觉得该石头异常坚硬沉重，带回去用锯子锯开，结果里头藏着一件更加诡异的东西，一个被矿物结壳包裹的白色陶瓷圆柱体，圆柱中心有一根铜芯，外围还套着6角形的铁质环扣，整体看起来像火花塞一类的装置。经拍摄 X 光检查，几位专家确认这物件的确构造与老式汽车火星塞一模一样，他们甚至比对出可能的型号，认为是20世纪20-30年代常见的火花塞。可是，一枚现代工业品怎会躲在石头里呢？当时有报纸兴奋地将此发现称作石中火花塞，渲染为超时代遗物的又一证据。有人推断该结壳至少有50万年的历史，如此一来更是劲爆，岂非真的有人把现代装置
带到了远古。不过之后地质学家对发现地进行调查，发现那里的所谓岩石其实是经年累月形成的铁钒矿结合，只需要几十年就能长成坚硬外壳，而非上古岩层。因此石中火花塞很可能是在20世纪中叶被埋入泥中的火花塞，经自然作用快速被包壳覆盖，并非真有时间旅行者作祟。即便如此，科索地区的火花塞之谜直到现在仍常被提起。它提醒我们，大自然有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模拟出沧桑古物的假象，而人们也乐于用奇幻的故事去解读它。而在大洋彼岸的欧洲也有类似的疑团。1974年，罗马尼亚阿尤德附近发现了一块神秘的金属楔形器。当时工人在穆雷什河岸的沙土中挖出2根大型动物骨头，随之发现的还有一块形状怪异的金属块。这块金属长约20公分，宽厚呈楔形，表面覆盖着厚厚的氧化层。宋交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更加匪夷所思，它的主要成分是铝，含量达到 80% 以上，另外还有少量的铜、硅、锌等合金元素。铝是一种提炼不易的人工金属，直到19世纪现代工业才开始大量生产。在地质年代上，铝几乎不可能以金属块状自然产出。可是眼前这块东西和猛犸象遗骸埋在一起，似乎已有上万年历史。消息一出，立刻引来各种猜测与传说。阿尤德蝎子的支持者断言，这就是远古外星飞行器的残片，可能是宇宙飞船的落地支架或碎片，掉落地球后被泥沙掩埋。罗马尼亚的 UFO 研究者曾公开表示，这种铝合金在地球上无法自然形成，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外星文明遗物。一些冷静的工程专家则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更像是现代挖掘机的铲齿或钻探机零件断片，因为形制与机械齿条相仿，也正好出土在采砂石的地方。由于存疑颇多，阿尤德金属块至今还没有权威定论，是外星高科技的铁证，还是一次令人误解的乌龙。这块铝制遗物无声地陈列在博物馆中，继续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目前介绍的多是人造物品，接下来这例则像是大自然和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玩笑。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1972年，在非洲加蓬的奥克洛油矿，一批出口到法国的油矿石检测结果异常，其中可用的油负235风度只有 0.3% 左右，比正常值足足低了约 0.2个百分点。这表示这批油矿曾经被使用过。科学家难以置信，纷纷对矿区展开调查，最终在奥克洛地底深处发现了10几处天然核反应堆遗迹。数十亿年前，富含铀元素的岩体在地下水的作用下，竟自发地发生了持续的核连锁反应，运转时间长达数十万年之久，把周围岩石都烧得变了样。要知道，核反应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在20亿年前，地球上只有单细胞和简单多细胞生物，何来智慧生物来操作核裂变？后来科学界给出解释，20亿年前自然界中的铀负235同位素比例约 3%， 足够高，加上奥克洛矿层特殊的地质构造和含水条件，使得核裂变反应在无人为干预下自行启动并周期性运行。换句话说，奥克洛反应堆是个纯天然现象。然而，这一发现仍然引发许多脑洞大开的揣测。有人戏称这是史前智慧生物建造的核电厂遗址，只不过工作人员早已灭绝无踪。还有人联想到印度史诗中那些犹如核爆的天神战争场景，猜测或许在远古地球上真的爆发过毁灭性的核战，使得奥克洛成了残骸之一。当然，主流科学并不支持这些说法。奥克洛核反应堆更像是地球化学巧合造就的奇观，也是证明自然界自发形成高级过程的绝佳例子。但无论怎样，想想在我们人类出现前的漫长岁月里，大地深处竟然燃烧过一座座天然核炉，依然让人不寒而栗。大自然的恶作剧还不止这一桩。在南非的西部开普省奥托斯达尔地区的地层中，长期以来陆续出土一批金属小球，被称为南非带槽球或克莱克斯多普球。这些球体直径大多在3到10公分之间，
有的呈蓝色或灰色金属光泽，主要成分是赤铁矿、氧化铁或硬质碎石。有些球上绕着1到3圈平行的凹槽，看起来就像精心削出的钢球零件，但这些球所在的岩层可不寻常，年代高达28亿年。28亿年前，地球上甚至连多细胞生物都未出现，按理说不可能有任何工业产品。可是这些带槽金属球看起来又太规则太精巧了，以至于有传言说它们是外星智慧制造的装置部件，甚至有人宣称其中一枚球在博物馆橱窗中可以自行转动。科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所谓金属球其实是自然形成的陨凝物或结合，凹槽是岩石在沉积和风化过程中开裂再愈合所致，人为加工的可能性极低。而至于球会自转，更可能是展示柜震动或地面晃动造成的错觉。南非带槽球或许并非史前文明的产物，但其浑圆对称的形态无疑是自然界的奇妙造物。当造物主本身就如此偏爱对称与秩序时，人们难免会怀疑其中是否真的隐藏着某种设计者的信息。前面介绍的很多都是金属或工艺制品，但有些神秘遗物本身材质平平无奇，却让人想破头脑，猜不透其用意。举个例子，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丛林里，矗立着数以百计的巨大石球。这些石球大多是用坚硬的火成岩或砂岩雕磨而成，尺寸各异，小到几十公分，大到直径超过2公尺，最大的重量估计有16吨以上。圆球表面相当光滑圆润，几乎是完美的球形。在20世纪40、50年代，这些巨石球陆续被发现于丛林中的古代遗址，有的成组排列在村落广场，有的呈现排布指向某个方向。考古研究表明，石球是当地的迪基斯文化在约公元6世纪到1000年间制作的。但令人困惑的是，原住民缺乏铁器等先进工具，他们是如何如此精确地塑造这些巨大的石球？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制作这么多石球？关于石球的用途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石球是权力的象征，只有酋长或贵族的驻地才摆放，以展示威严。也有人推测石球和天文有关，可能用于对齐观测太阳和行星的位置变化。更浪漫的说法则把它们联系到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文明，声称这些石球是远古高等文明的遗迹，被用来做能源装置或者导航标记。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石球中藏着黄金财宝，这导致后来一些寻宝者用炸药把石球炸开，结果当然一无所获。石球都是实心的石头。无论如何，哥斯达黎加石球的真实用途至今仍是未解之谜。2014年，这些巨石球和相关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继续接受研究与保护。同时，它们静静地伫立在原野中，仿佛远远凝视着我们，守护着失落的上古秘密。最后，要讲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传奇故事，关于著名的杜立巴石碟。传闻1938年，中国考古学家齐福泰率队在遥远的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区考察时，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几百具身形矮小的奇异骨骸和散落一地的圆盘状石碟。这些石碟直径约30公分，中间有一个圆孔，盘面上刻着像唱片勾纹般的双螺旋凹槽。如果用放大镜细看沟槽边缘，能辨识出许多微小的符号文字。由于发现地非常偏远，消息并未立即传开。直到20多年后的1962年，北京某大学的考古教授据称破译了石碟上的部分文字，内容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大约12000年前，有一群来自天狼星的外星人乘飞船访问地球，却不幸坠毁在巴颜喀拉山中，飞船残骸无法修复。外星幸存者自称杜立巴人，在山洞中生活了一段时间，试图与当地土著融合，但由于外貌矮小奇特而不被接纳，最终杜立巴人全部客死他乡。这些石碟据说便是他们刻下的飞船事故记录和历史档案。传说还提到，苏联科学家曾借走部分石碟研究，发现石碟含有高比例的钴等金属，并在旋转下会发出奇异的振鸣。杜立巴石碟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以至于在20世纪60、70年代被全球多家杂志报道，古代太空人论者更将其奉为经典证据。不过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物让主流科学验证这些石碟的存在。许多研究者认为，整个事件可能是来源不明的杜撰，因为最初报道者的身份和详情都难以查证。事实上，中国官方从未公开承认发现过这样的石碟与墓葬，当地也缺乏独立发掘的记录，因此杜立巴石碟极可能只是流传甚广的传说或恶作剧。然而，外星人曾在远古造访中国，这一充满想象力的浪漫故事，至今依然吸引着人们去审视、去讨论。或许正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渴望着这些故事是真的，希望史前文明真的存在过，那样我们的历史将变得更加壮丽神秘。看完以上20件匪夷所思的时空错位神器，你是否怀疑起正统的历史叙事了呢？其实，其中有些已被证实只是误会一场或彻底的骗局，比如帕卢克西河的人类足迹、杜立巴石碟等大概率属于杜撰，但也有许多发现仍然没有定论，让学者们继续争论不休，比如安提基特拉机械的失传技术、金属球和巨石球的用途等等。史前高度文明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过？外星访客是否曾光临地球并留下痕迹？这些问题或许短时间内无法得到严谨的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一桩桩离奇的发现激发了人们探索未知的热情。我们对古代历史的理解远未完结，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新技术和新证据将揭开更多隐藏的真相。在此之前，这些不该出现在地球上的神秘遗物将继续提醒着我们，对于我们脚下这颗古老星球的过去，我们所知仍然有限，而未知正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